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直播。今天是2025年3月7号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。今天我们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开始到美东时间12点结束，就1个小时。今天，那么今天的直播是以后的直播都是会公开给所有人参与。李琴你好，在进行直播之前，我想先说一个我的这个频道的这个时间安排有一个变动。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个表格，就是说在下周，因为什么说从下周呢？就是下周开始，就这个周末，美国是进入那个夏令时了。那么现在在欧洲的话还是冬令时。所以说，从下周开始，3月10号开始，到3月28号这3周的时间，我的直播时间的话会往后延1个小时，就是说从12点半到1点，周四，然后周五的话是从12点到13点，等到4月1号以后才会恢复现在的直播时间，因为从3月底开始，欧洲这边才开始进入夏令时。所以说我在这里做一个提前做一个这个时间上给大家做一个提示，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变动的时间来参与这个直播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个直播的时间一个变动。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，如果说大家有想问的这个标的的话，现在可以进行提问。大家可以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这个股票，把这个股票的名字。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，这样的话，就不会错过这个。有的时候文字太多看不过来的话，就会错过。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先说一下现在这个大盘嘛。现在这个大盘上非常的脆弱。现在这个大盘非常的脆弱。那么既然李朋友已经问了 QQQ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 QQQ。QQQ 的话跟这个标普的话差不多。但是 QQQ 更多的是科技公司，对吧？它是大科技的比较多。那么 QQQ 的这个图形比这个标普的话更加恶劣，就是现在是深红的，对吧？是一溜下跌，然后这个 MACD 的张口是越来越大。所以你现在做这个 QQQ 的话，不论是做这个还是做指数还是做多，都只能是快进快出，就是说。因为它的整体的趋势是偏空的嘛，对吧？就空头主导，现在就是空头主导。那么你做空头主导的时候，你做多，那就是刀口舔血嘛，对吧？你就是逆势。所以说现在做多的话，就需要这个快进快出才可以。我们看一下 QQQ 从这个最高点540下来之后，在这个1小时上只形成过1个中枢，然后反弹。之前反弹过一次，是成比的，给到过一次3脉，对吧？然后再次回来之后，其实这个回撤这一笔也是够比的，给到了当下的时候，这个是应该参与的，给到了1小时上一个2买，但是它这个反弹不够比，然后再次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，造成了这个3脉的一个延续，对吧？就是在当下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位置进你是没有问题的，那么在这个位置又到了前期这个小高点的时候。因为我们说了，现在做多都是要快进快出，对吧？你是有盈利这段你是应该减的，那么等待，因为可能也是在收盘之前这个时候到了前面这个高点，但是现在又下来了，那么下来该怎么操作呢？现在从这个起跌点，这个是起跌点，513是一个起跌点之后，它是一个3段，这是一个1小时上是有3段。我把这个3段给它标出来，然后比较一下这3段的一个，先比较一下它们的空间有没有背驰，对吧？我们想做多，必须要有背驰才可以，要么是盘整背驰，要么是趋势背驰。先看一下这个空间上，现在是等比例在478.43。在478.43之前反弹都会出现不背驰，都会出现背驰，然后这个反弹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一段的下跌要结束，现在这个下跌从
503.74这个下跌必须要结束。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内部现在在做什么，对吧？内部的结构是不是很饱满充分？这样的话它才会结束这个下跌。看一下15分钟，也就是1小时的次级别。那么在15分钟上，我们看清晰的一个，我们把15分钟让它这个小结构给它画一下。这是进入段，相当于，然后这是一笔反弹，然后再次回落也够笔了，然后再一次反弹也够笔，对吧？15分钟上的小结构，你会发现很清晰的一个15分钟上的一个小结构。我们把15分钟上的一个中枢也给它画出来，然后还给了一个15分钟的，这又拉回去了。它这个反弹又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，刚好是碰了一下中枢的下沿之后，然后再次回落。也就是说，针对15分钟上 QQQ 的这波下跌还没有出现一个小三脉，当然出现三买当然更好了，但是现在这个小三脉还没有出现，所以说现在还不能说这个下跌结束，对吧？你想下跌结束的话，必须要出现三买或者是三脉才可以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，也就是说这一笔的下跌没有办法说它结束，也就是说再次回到1小时，也就是503的这个下跌，你不能说它结束，它15分钟上的这个中枢没有出现完美的一个表达，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表达，一个三脉或三买来结束这波下跌。那么你要想做的话，那你如果说想简单的做，那你就等待一个清晰的底分型，对吧？等待一个底分型出现之后，然后再看一下这段的内部。那么你要做的反弹也不过就是这一笔的反弹，这一笔的反弹也可以是强反，就是比较强势的反弹也可以。但是如果说是只是出现一个弱的反弹的话，它只是形成了一个反向中枢，还可以再下来。所以说你要做的就是你要选择你要做的哪一段的交易，在等待哪一段的交易，对吧？你是等待这个弱的反弹出现之后在这里做空，还是说等待它这里能够走强？但是走强走弱在当下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预测的，你要等待的就是先要出现一个底分型，出现底分型以后，我看看能不能够在这里尝试做一笔反弹。但整体来讲，现在是非常非常弱的一个状态，在这里也不要杀跌了，对吧？你虽然说不去做多，但是也不要做空它，就这个位置不要去做空它。三卖的时候你可以去做空，但是在这个位置都已经出现有背驰的迹象的时候 ，MACD 现在也是比前面这个低点要高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柱子的面积也没有那么大，柱子的面积也没有前面的差不多，但是也没有明显的那个变大。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随时可以背驰，给到一笔反弹。你要想做空的话，等待它再次构成中枢之后，可以做这个空，对吧？做这个位置的空。所以现在也不要做空，但是做多的话，也要等待它出现比较明显的底分型，一个明显的这个要转势的时候，你再进场，然后做这一笔。至于这一笔是弱反还是强反的话，不知道。但是整体来讲是偏弱，对吧？现在只能是快进快出，做多的话你只能快进快出。如果说你要是比如说这个想补仓啊或者怎样的话，那现在就是不要轻易的出现，先等待它给到一次反弹之后，这个二卖这个位置大幅减仓，先不要补。如果说你补的越多，那么它可以慢慢的阴跌。现在这个状态啊有点偏熊，就偏空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叫快涨慢跌，你发现这个是阴跌的一个状态，你发现没有？最近的节奏出现变化，因为牛市的节奏是快跌慢涨，对吧？现在这个是有点慢慢的跌，它没有很明显，尤其是最后这段的时候，它基本上这个每天都有是跌一下涨一下，跌一下涨一下，这种交错的这种状态，没有很明利的一直向下走。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啊是偏空的一个状态，就是节奏是偏空的，就偏空头的这种状态。那么等待，其实就是等待，肯定会给一次反弹的，因为它要反弹做一个确认，确认之后，那么会出现一个大的二卖，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应对的，因为它可能后面可能是非常快速的往下走，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要做多的话就相对谨慎一点。那么每一个周期就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来去制定你的操作就好了。但是呢，不出现明显信号的时候就不动，一定要注意这个。
但是很多人会说，比如说，我在这里出现过一次底分型，那么我进去了，被套了，因为它并没有给到你一笔反弹之后又下来了，对吧？又把这个打掉了。那这个的话就看你的这个仓位的一个配置的，对吧？你如果说是全仓的往里干，或者说仓位非常重的，然后呢你又不设止损，你在这个位置不设止损，或者说止损相对比较远，那它这个继续往下搓的这种空间是没有办法预测它的，对吧？那么你只是说从图形上我们这里计算一下，等比例是在478，它也可以跌破478，出现不背驰，然后给到这种出现5浪也可以。所以说，出现了这种信号，你进了，但是呢，那个又没走掉，那说明这个周期对你来说太小了，或者说你的能力不足以做这个1小时或者1小时以下周期的，或者说呢，你就非常看好 QQQ， 然后也不用那个 margin， 也不用杠杆，我就是跌了出现底分型，我买一点，再次往下走，那我继续等，然后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再补一点。对吧？就分批进、分批出也可以。那这个前提条件是你的交易的周期非常长，你能够长期的，比如3、5年的那种持仓的那种长期，对吧？即使说出现拉到4、50这种大幅的下撤，你们那里对你的账户来讲，你能够承受那个回撤的话，也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一定要把仓位跟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去匹配起来。不要说啊，我只想着赚钱，然后每一个进场的位置仓位都非常大，然后回撤的时候我又承受不了，我去割肉，那你这样就完了。反复几次的追涨杀跌，就会让你的整个心态全部崩掉。那么那你很有可能就搁在地板上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，现在相对风险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，那么你就那个注意仓位配置相对的要小一点。然后进去如果说做多盈利了，就赶紧出来，然后再继续等。就是只能做一些稍微小的周期的这个超跌反弹的这种，对吧？比如说这种超跌反弹的这种可以做一下，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就赶紧再出来，或者说你用很小的仓位，即使套了的话也没有关系。好的，今天对这个 QQQ 我们用的是那个稍微10几分钟时间稍微讲的细一点，因为现在毕竟处在这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情况，那么那个还是要多注意风险。那么这是针对这个 QQQ， 所以说大家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去做一下调整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。这个 Amy 朋友问这个 MSTR， 这个是 MicroStrategy 对吧？它这个跟这个比特币相关度是非常高的。那么它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结构。它现在的一个结构就是，这是它的一个我们之前分析的，然后周线上它这里是给到了一个周的底分型了，然后这个周的底分型出现之后，这个看一下它的内部，那内部的话，这是从543下来之后给到一个中枢，然后离开，现在出现反弹，反弹现在也够比了。那么现在因为比特币那边他在等待这个，说是3月7号有一个这个特朗普他们要召开一个跟虚拟币相关的一个什么会议，但是呢，好像是昨天公布了一些东西，但是内容没有让就是币圈的朋友很兴奋，因为他这次公布的这些东西呢，这个好像是说美国只是说持有目前的这个比特币的数量。但是不打算那个重新购买，就是说现在他从那些
以前没收的这些比特币，它只是战略持有，但是不打算那个没有说要这个更多的购买，所以说这个造成了比特币那边的这个今天上冲之后又下跌。就是现在比特币那边没有很多的那个变化的话，那么这个 MSTR 也不会出现新的变化。现在反弹已经够比了，那么这个情况就是，如果说不能拉回去的话，这个中枢的下沿在338.67，对吧？如果说不能够拉回到338.67的话，那就会形成一个三脉，因为反弹也够比。就这个位置现在已经形成顶分型了，就是看你自己减不减。如果说你要是贪一点的话，说再拉回到中枢里面来，甚至是突破这个中枢，也可以啊。这种情况你不能排除，但是就是说，你只能说，我这个位置先减一点，还是说我要赌这个？因为它如果说是出现一个日线的三脉之后，它完全可以再次打掉前面的231.92，形成一个这种盘整下的这种状态，对吧？所以说到了这个比较关键的这个位置，你是不是要减点仓的话，那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风险喜好了，以及你这个个人的一个仓位的一个配置。所以这个位置的话，针对这个 MSTR 是不是要减一点，然后减完之后看看这里，如果说给到一次回撤不能够跌破231.92的话，还是一个二买，然后看它能不能够再给一次反弹。如果说不维持的话，可能有五浪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微妙的，看你是不是要减一点现在。但整体来讲，它还是要看比特币的脸色。比特币那边，特朗普没有更好的政策出来，比如说更激进的购买的话，那么它现在基本上就是也就这样，也就这样。最好的是要突破这个中枢才可以，对吧？或者说我这种三段不背驰的也行，就这种3跟1不背驰，我可以有4和5，4和5之后再看它的变化。这是针对这个 MSTR， 然后再看他问的这个 Meta。那么 Facebook 的话也是，我们之前应该是好久之前分析过一次，看一下它的这个周期，它之前有一阵儿是涨得不错，就是也是跟 AI 之前公布了好多这个 AI 相关的，但是它在它的这个周线大周期上，它现在是这个里是出现过一次回落是够比的，前面这些回落都不够比，但是从602到550这个是有效的一笔回落，所以说它回落之后是出现了一个三段，也就是说一个123周线上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，周线上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，然后又给到一个很强势的一个顶分型之后下来，所以现在是跌了3周了，跌了3周之后，但是这个回落还不够比，对吧？所以说就看这个回落什么时候结束，回落结束之后，那基本上可能能打到这个550这个位置，再次到550这个位置，可能要做一个中枢，对吧？看做完中枢之后，它能不能再上去。那么如果说它要是这样演变，或者说在大周期上，现在这个是月线这种周期，如果说在月线上它要回落一笔的话，那就非常非常深了。你可以从这个起涨点，就可能要去491的话，那就后面的空间就非常大了，对吧？你从现在这价格要跌20%左右才能到第一个比较大的支撑的位置。所以说，针对这个Facebook 的话，也是先不要盲目进，看一下，现在已经踩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120天的一个均线，对吧？现在已经踩上了120天，但是也是一样，就是已经开始要沉到这个 MACD 沉到0轴以下去了。那么如果说要沉到0轴以下，然后这个日线上还只是一笔，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内部。1小时一次反弹，2次反弹，这里给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1小时的中枢，然后1小时中枢震荡，现在开始尝试离开，这就是潜在的背驰段，对吧？就是也就是说，这个进入段、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要背驰，但是你现在看它这个张嘴张的特别大 ，MACD 这个快慢线张口很大，说明这个下沉的动能很强。那么现在就关注一下这个659的这个下跌，对吧？这段要结束，它这段的内部要相对饱满，
才能可能结束，它结束了才可能给到反弹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659下跌的这段的一个内部。那么这是这个15分钟上有过一次尝试出现反弹，但是不是很明显，它的5分钟上应该更明显一点。5分钟上有一次反弹，这里反弹，然后在5分钟上这里做过一次中枢，5分钟上这里有一个中枢。那么前面这里从最高点下来的话，只是有过一个小二脉，这里是给过一个小二脉，然后下来之后做中枢，然后直接下来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就是5分钟上连这个小三脉也没有出现，也就是说5分钟上可能会给你一次反弹。针对这个中枢的话，小的5分钟中枢还是三脉，然后在这里继续震，就是五分钟上什么时候出现2个中枢之后才有可能结束从最高点这个659这个附近下来这波，就这里你再看到一个中枢之后，然后可能再打一个低点，这是一种情况。还有一种什么呢？就是你看到了一个中枢，但是不出低点，就这个如果说有一个低点的话，一直不被打掉，然后可以走反向，这样也可以，对吧？那就变成了一个前面这是一笔下一笔上，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可以出现这个5分钟的一个结束点，你要做的就是这段的一个反弹，也就是1小时那笔反弹。这是怎么选的话不知道，但是前提是这里要出现一个中枢啊，这里要现在那个中枢的影子都没有。所以说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1小时上，也就是659这段内部5分钟上要有2个小中枢之后才可能结束。可能结束的话，因为现在是1小时，你可以做1小时这个中枢的这笔反弹。比如说这里出现了一个中枢，这里再出现一个中枢之后给到一次反弹，你可以做这一笔，因为这个1小时的周期还算大的。这笔反弹如果说是一个弱反的话，你就再卖掉，因为这个是一个三卖，可以再下来。如果说那个强的拉回到中枢里面也是卖，最强的当然是突破这个中枢，对吧？那可以多拿一拿。所以说，计划好你的这个交易，就是，但是你要知道你在等什么，你在等什么，你一定要清楚，要不然的话你会很随意的看到，哎呀，跌的差不多了，买一点吧，对不对？那你可能是，比如说这里也会给到你一次反弹，对吧？确实是涨了，但是呢，你来不及出掉，因为它的周期非常小，是5分钟的，所以说你可能这个位置盲目的进了，然后又没出，然后它又下来了，它可能在这里这样做中枢。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大 B 中枢，前面这个是大 A 中枢，这个周期现在是5分钟的。针对这个 Meta 的话就是这样，所以说1小时上都没结束呢，都那个没有出现任何反转呢，那么日线上不会结束，它会继续跌，晓得吧？然后再看那个 Derek 朋友问，看一下 TEM 什么？我们看一下 Tempus AI。哦，这个我也是之前看过一些这个新闻，好像是，也是有一阵儿，好像是不是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国会那个女的叫什么玩意儿？她买这个，还是说她老公买这个公司，用期权也好，还是用什么玩意儿买这个，造成了这个。不出名的小公司，大家都去疯狂的往里进，对吧？也不知道是干啥的。然后现在这个周线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是有一点结构，我们把它周线上给它画一下。这里是回撤过，然后但是又被打掉了。我们把这个周线上给它画一下。周线上是这么个结构，现在周线上已经基本上回来3周了，然后从高点91已经跌到46腰斩了。那么就看它能不能够在这个31.6这里，对吧？如果说在这里能够回撤一笔的话，也可以跌破这个位置，但是不能跌破前面这个22.89，就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扩张型的一个这个叫什么？扩张型的那个喇叭口的一个大中枢。你问的是大概40到45的范围可以入吗？现在没有任何止跌的迹象，对吧？现在是没有办法预测，它到哪个位置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日线上，
那么日线就要看这个从最高点91下来这段现在是跌得非常流畅，发现没有？跌得非常流畅。然后，这个是他们前面这里的最低点，把这个移到过来。我把其他的给它清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，就是节奏是怎样的。它从79这个下跌的时候，还有过1、2、3、4、5浪下来的，你发现没有？从79这一笔是一个5浪，日线上是一个5浪下来。那么现在，从这个最高点91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就非常连贯，就是一笔就干到这里了。前面这里的话是一个3笔，相当于干到这个同样的位置。所以说现在明显走得很连贯。你问40到45，那个有可能去31呀。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预测到。你要是用黄金分割的话，现在已经破了0.018了，应该都，对吧？已经都破了0.018了，所以说已经转向了。你现在预测什么位置进不现实，就是等吧。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，1小时上这里反弹过一次，再一次反弹，然后这里的话有这么一个小中枢，算是有一个小中枢，然后再次反弹，但是它这也是可以算是一个，这里也可以有一个小中枢。1小时上倒是表达的还可以，也就是说1小时上的反抗还可以，就这里反抗过，做过一次中枢，然后这里也是做过一个中枢，然后给了一个3脉，所以说1小时上看这个意思是确实是快结束了。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等待这个结束之后，当然了，现在这个是3笔的一个背驰，它也是可以出现5笔，对吧？你不知道的，当然也可以出现这个3个中枢也可以，但是2中枢结束的可能概率比较大一点嘛。所以说现在就看这一笔的从这个小高点54.11的下跌什么时候结束。它结束了，那么意味着这个背驰出现反整背驰了。你也可以现在我们测一下有没有反整背驰。那么现在是刚刚跌破0.018，看到等比例这个是多少？43附近吧。43附近能不能够扛得住？43如果扛不住，下去的话就不背驰了，不背驰就可能出现5段，对吧？那么你要做的也只不过就是一次反弹，或者3笔的一个反弹。3笔的反弹，那针对前面这个下跌的话，可能也就到0.382的位置，可能0.5可能到不了，上面是0.018，能够这个位置可能要再次卖掉。所以你要做的也就只能是吃这个3笔的这个反弹。如果说能够在不到43.61之前就止跌的话，但是现在看它这段的小周期并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情况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说你明显看到这是1、2、3，对吧？或者说是1、2、3、4、5，也就是说这个现在看的中枢是1小时上，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，但是我就从这个1小时上我就能看到它5分钟上或者15分钟上，它现在是走小 B 段，就是说它在5分钟上最好是能有2个小中枢之后才可能结束这段，那可能就要去43了。43之后，那你就可以搏一下，这里是能不能给到3笔？3笔结束之后赶紧出来，因为它还要再继续下，就是说这个延续就是可能给一次弱反之后再下。那么至于到哪儿的话，现在不好说，因为它这个动能下降的动能太强了，现在完全可以砸到31之后才出现一个大笔。那如果说真到31这里的话，其实就是在做超大型的中枢震荡，那可以这样。所以说这个票谨慎一点，毕竟盘子不大的话，它的波动相对是比较大的，看你自己能不能够承受得了。再看他问的 DXYZ， 这个说是好像说这个是类似一个基金或者是怎样，然后有持有马斯克或者 SpaceX 的一些股份是吧？那么它的节奏的话，我们看反弹过一次，出现2脉，
然后这里也有过一次反弹，可以当一笔用。这个反弹可以当一笔用，因为它是不用那个当一笔用，它包完处理之后说够一笔。这样的话，它日线上就有了一个日线的中枢。那么出现中枢，又有进入段，又有离开段，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它的力度，看看有没有背驰，对吧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就先看有没有背驰，有没有进入背驰段。那么它到了26.51的话是等比例，跌破26.51就不背驰，可以继续往下走。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但是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次级别，55.38这段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结构看一下，因为它的内部应该是有中枢了，1小时上应该是带一个小中枢，或者说是30分钟上。那么现在我们看的是1小时，1小时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，这里是比较大的一次反弹，所以这里是有过一次1小时的，可以当成一个1小时的中枢。然后也是给了一个3脉，对吧？其实这个如果说用30分钟看的话更明显一点，毕竟这里有包含关系处理之后不太明显，但是差不多了。所以说30分钟上也是有这么一个中枢哦，这个30分钟肯定是够一笔的。那么30分钟的一个3脉，我们可以看一下30分钟。1、2、3，对吧？30分钟上是非常清晰的一个，比刚才1小时上更清晰一点。30分钟的中枢，然后30分钟的一个3脉，非常明显。然后现在开始走30分钟的离开，也就是说，从这个离开的这一笔，这个价格是多少？42.48。看42.48这个3段离开有没有被持起？现在是在刚刚跌破0.182，26.58才有这个不背驰，或者说到这个位置等比例，不是说不背驰啊，也就是说在这个26.58之前，如果能反弹的话，就说明它的内部有背驰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如果说这个反弹力度很弱，连这个点位都碰不到，在30分钟上都碰不到的话，只是30分钟一个弱反还可以有5，所以说现在不能盲目进，因为它在这里也是跟刚才你问的那个 TEM 也很类似，这个小中枢这是在30分钟上这个图形，这里5分钟上肯定是有一个中枢的，5分钟上有下上下做中枢，然后5分钟离开，这里再做一个5分钟中枢之后，可能再打一个低点，才有可能结束这波。这波结束之后，做一笔30分钟的反弹，看看能不能碰到这里。碰到这里的话，这样的话会做一个 B 中枢，这里会有一个大的30分钟的 B 中枢，这是 A 中枢，然后可能再给一个低点之后才可能结束。说现在就是，各个股票都差不多，就是现在跌的是比较流畅的，或者说阴跌。你发现没有？现在就是一个阴跌状态，涨的时候是快速的涨个5根 K 线，然后跌的时候慢慢跌，这明显是熊市的这种节奏，快涨慢跌，是现在就是整体很多股票都进入了一个熊市节奏。然后看一下李朋友问的 Palantir，Palantir 的话，在它走这个152这个大涨的时候，就是这段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提醒的就是，在这些位置我们一直提醒的时候，不能去追它，因为它在浪形里面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第7浪，对吧？在缠论里面我们有7浪衰竭和9浪衰竭这两种模型，所以说你一旦追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很容易挂在上面。那么现在当下这个位置，你去可能觉得，哎呀，它上面还有空间，还有空间。一直期待着再能涨个50%的，但是现在，对吧？下来了，下来了之后，把这个日线上现在已经回落够一笔了，所以说要看自己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减仓，在125有没有减才是更关键的。那么你只有减了回来，才能再买回来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节奏上的一个，你不能说我在上面猛加，这里猛加，然后在这个位置也没减，全套里面，然后啪又下来了，那你整个
节奏全部是错乱的。现在也是到了 78.58， 现在也出现了这个日线的底分型了，但是一直在这里盘着，你看发现没有？涨一点跌了，涨一点跌了，涨一点，说明它的次级别肯定是带中枢的。看一下它这个小中枢、小周期。在看小周期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它大周期有没有变化。大周期从这个 5.92， 就是周线上 5.92 上来之后，这里做了一个周线大中枢，然后它这个还给了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回撤，这个回撤 20.33， 当然了，这个是复权之后的图形，这个回撤 20.33 这个位置没有回到周线这个中枢里面，给到一个周线的一个大300，然后出现了这波上涨，对吧？就针对这个周线的这个中枢，现在其实是一个1、2、3，现在是有一个4的回撤，也就是周线的一个大的4的回撤。那么你可以从这个 20.33 这个位置，你去测一下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，看看能不能够到这些位置，对吧？到哪个位置都可能，到哪个位置都可能。所以说现在是已经跌了3周了，看它的次级别，日线上还是一笔，看一下次级别它的延续。这是它125左侧的就可以不看了。现在我们看的就是125这个最高点这个位置，看看它的右侧是如何生长的，能不能够结束。那么有过一次反弹，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二脉，然后在这里做，就是我们在做复盘的时候肯定很容易了，我一看就知道哪个位置该涨，哪个位置该卖，对吧？你做复盘的时候肯定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在当下的时候，就是当下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够卖得出去，这个是考验功夫的，也考验你自己的这个你的风控、你的仓位、你的一个投资理念、你的投资的一个周期，全都会考验你。至于你能不能够卖得出去，那就看你个人了。这个位置是不是没有人能帮得住你的，没有人帮得到你，只有你自己能够在这个位置做出卖出。同样的，在这个位置你要不要买，它能不能够上去，对吧？没有100%的人能够预测这个，你只能说出现了这种情况，那有这种可能，我就先卖一点，然后等待它下来之后我再补回来，然后再做一次反弹，下来之后没够，这是一个4浪反弹，然后没碰到前面这个低点，我再卖掉，再买，再等待它回落，就是一段一段做，对吧？你如果说能够把握这个节奏的话，就是下来了有二卖先出来，然后再次回落，看有没有背驰，有背驰了可以做这个反弹，反弹之后非常弱，又下来了，那就等个5段之后看它能不能够结束整个的下跌，又反弹了，但是呢反弹又很弱，因为怎么判断弱呢？就前面这个高点能不能够突破，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，然后在这里做中枢了，做中枢你发现它再去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它的那个小周期上15分钟上5分钟上看有没有结构，有结构了再继续卖掉，然后它会再次下来。那么再次下来等什么呢？那再次下来之后看能不能够跌破这个前面这个 78.58， 跌不破，发现这里又开始出现底分型，再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二买，不跌破它就是二买嘛，再买回来又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发现又到了这个中枢的上轨了，那你不又要卖掉？那就是这么做嘛，就是一段一段做，所以说把握住节奏，然后分配好仓位，这样的话你管它涨跌呢，对吧？你在这个来回的震荡过程中把你的仓位降下来了，把你的成本降下来了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如果说你的成本是在50以下，那么现在是80，你还是赚的呀。所以说跌这么多了，但是你还是赚钱的，先保证你不亏钱，这样的话你长期持有的时候你的忍耐力是偏强的，而不至于我是追在了这个100以上120，然后现在套了这么多我开始说要不要割肉，那你整个节奏整个是错乱的。所以说你要想建仓的话，你问想建仓，前提是你想建什么周期的仓，这个很关键。你是只是想建一个1小时的这个反弹那个仓位，还是说你要想建一个周线大周期的这个仓位？那周线这种还没跌出来的时候，那你只能说我先在日线这个位置出现了可能的买一点，但是它反弹可以很弱，然后再次跌下来，3段可能才能够结束周线的这笔回撤。
对吧？这个位置你如果说想建长期周期的话，才可能是你的进场的位置。那你也可以说，哦，我在这里买了，然后反弹我不卖，然后再次下来我再加也可以。这样的话就是分批进，但只不过你的周期就非常大了，对吧？这样的话你任何的反弹都不做，都不要，只要这种更大的这种大的这种我才开始卖也可以的。但是前提就是你要能不能够拿得住。那因为这个周期是，如果说你要做长期建仓的话，那它这个震荡可能就会非常长了。如果说你每一个震荡都不要的话，它可以这样走，然后整个结束之后才上去。那这可能1年1-2年在这里震也是可能的。首先要确定你要交易的周期，你的持仓周期，然后才能够去那个能不能够说利用更小的周期，这个做一点这个短差操作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能不能够建仓这个问题是非常难的，就主要是看你的对这个公司的这个想持有的周期，以及你想配置多少仓位。如果说你只有一层仓想配置的话，你什么位置都能进，对吧？然后再看一下你问的这个 Robinhood 的话，这个是好像是木头姐仓位比较重的一个票，就是这个方舟基金呢。那么在散户中也是因为 Robinhood 它这个可能没有手续费吧交易。那么它的图形我们看一下，这个里的话，为什么我当时没有画成一个3买呢？哦，它是因为这里回落够一笔了，然后但是第二笔在这里，第三笔不够笔，所以说当时是这么特殊处理的。所以说，其实这个位置是一个，当然了，小周期上肯定是有一个小中枢的，针对下面这个大中枢是一个3买，对吧？在周线上这个13.98是一个中枢大3买，那么从13.98到66.91是一笔就上去了。那么现在开始出现回落，我们先测一下这个回落到什么位置了。现在已经回落了3周，但是还没有任何止跌的迹象。它能到这个半分位的时候能不能够挺住，甚至是到这个0.618也有可能。那么看一下这个最后这3周。那么在日线上也是一笔回落，那么在1小时上肯定是有反弹了。哎，不对，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，应该先画到这里，有过一个2卖，然后一个123，现在它日线上反而是一个123段，对吧？现在日线上是123段，看能不能够再往下沉一沉，也是到0轴以下去了。再往下沉一沉到这个120天的话，你也可以这个测一下，看能不能够在40，或者说在37这里能够沉得住。如果说要等比例，就到31.95了，32附近，32附近刚好也是200天均线的一个位置，对吧？就看它最好不要沉得这么深。就是现在就看一看54.84下来这5根 K 线。那么这5根的话，日线上刚好3段。日线上3段，我们先比较一下1小时3段，1小时3段就看一下这个位置。1小时3段现在第3段现在快接近0.618了，对吧？那么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够做1小时的这个第3段的一个反弹，就是这段，如果说结束了，你要不要这笔反弹？可以是一个123，给一次反弹之后再下，这样构成一个反向中枢。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强的，但是如何选，当然我们不知道啊，就看你要不要这笔反弹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内部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反弹，把其他的清掉。这就是我们刚才高亮的那个在1小时上那一笔，15分钟上没有这个反弹，15分钟上有反弹，但是都不够笔。5分钟上有过一次
这里的话有保安关系处理的话是不够，但是呢，其实可以当这里这里是够，这里是够一次反弹。那么15分钟让5分钟让是现在有一个中枢了，然后还给到一个三脉，5分钟让还出现了一个三脉，对吧？针对这个小中枢还给了一个三脉，然后再次下来。那么现在这个就看它先等5分钟让结束，因为5分钟这个周期太小了，只适合做日内，但是呢难度又非常高，所以整体来讲就是比较鸡肋的这种。你不能做这种很小周期的这种操作的话，就不要做这种5分钟的周期的，等待这个5分钟饱满，等待5分钟结束。什么叫结束呢？就是这是有 A 了，看它这里是在这里做大 B， 还是说上来在这里做大 B， 对吧？你起码等2个中枢之后，才有可能结束这段下跌。也就是说，1小时的48.7才有可能结束。那么这个可能结束的话，就给到一次反弹。那这个反弹是弱的还是强的，是你要做的。所以说现在5分钟让还不够饱满，等待2个中枢之后，然后看这一段你要不要。你要的话就可以去配置一点1小时的仓位，但是这个1小时呢，也是需要你能够，如果说你是看盘时间很少的话，比如说一天只能看1次盘的话，那也不要做1小时，因为1小时也太短了，那就再次拉高周期。什么时候日线上给到我一个底分型，我才看，才触发，日线上出现底分型才触发我看它，然后再看一下它的内部。我要双触发，不是说出现底分型我就进，对吧？这里也出现底分型了，但是它的内部走得很急，我就不要，就这个反弹我都不要，我等待3段的时候我才可能要它。所以说，就是说任何时候买都有可能赚钱，也可能亏钱，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时间，有没有那个精力去把握它。所以针对这个 Robinhood 就是。它现在这个下跌没有出现任何的，这段起码有3段被持才可以，而且第3段还没结束，等吧，现在只能是慢慢等，因为现在整体都偏空的状态下，不着急的，你也可以说，起码踩一下120天之后再往里进都赶趟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这是针对他问的 Robinhood， 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48，还有10几分钟时间，大家可以再继续问一下。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英伟达，也可以。英伟达也是很多人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，我们也可以正好也分析一下它的它的结构。英伟达也是从这个153这个最高点下来之后呢，进入段离开段中枢，然后这是非常大的张口，没有背驰，对吧？这个离开没有背驰，离开没有背驰，看一下它的内部143，首先要看一下它在这个本周期上有没有背驰，也可以，然后再看一下它的内部。如果说内部很饱满的话，它没有背驰也会给到反弹呐。给到反弹只不过是一个很弱的反弹，就是针对这个日线中枢的话会出现一个三脉，然后再下来。就是不是说在日线这个周期，如果说一直没有背驰，它的内部就不会出现反弹，它内部要有结构。这就是它的1小时上，这个1小时又出现了一个低点，把这个拉下来。那么在1小时上这个结构，我们看，这是一个浪形下来，123，然后给到一次反弹，就是1234，然后5完之后反弹才碰到了前面的这个低点，才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小的中枢，然后出现小中枢之后再次下来，然后给到一次反弹，出现了一个三脉，对吧？三脉之后又打了一个低点，现在就这么一个节奏下来，发现没有？那么现在这个节奏，现在就是说这个119下跌这段能不能够结束？看一下这个内部，看一下这个内部有没有结束，也就是从119下来这段。15分钟上，
这是这个中枢是30分钟的，这个 sorry 5分钟的，现在15分钟上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浪的一个小状态，那么在5分钟上的话是一个2个小中枢。5分钟上这里有一个中枢，这里是第2个中枢，现在在走第2个中枢的离开，对吧？然后即使在5分钟上，你也会发现这个非常急走的，就离开走的很急。现在是张口张的很大，这个快慢线。然后虽然说没有前面的这个柱子的面积大，但是2块加一段加一起的话，也跟前面的差不多了。然后这个快慢线也快到前面这个快慢线的低点了。说现在这个走的很急呀，想要这个止跌的话，从191这个下跌，现在内部现在相对饱满，因为已经有2中枢了。那么如果说给到一次，再给一个弱反的话，给一个小3脉，然后再打一个小低点，那基本上191、119啊，119这个下跌才有可能结束。所以说现在就是这段看它什么时候结束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样的话，这段结束了。那么才有可能出现1小时上给一次反弹，1小时反弹，因为现在离这个前面这个小低点110.11不太远，这个反弹就很容易回到这个110.11之上，那就看还是弱反还是强反，强的话最好是要突破119.31呢。如果说只是一个很弱的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做第2个中枢，还可以再下来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但是呢，高低点又接触。变成了一个扩张的大中枢之后可以再下，所以说现在还是要想做多的话，那你就只能是快进快出，因为现在整体的这个下跌的动能是很强的，即使在5分钟上你也会发现这个动能还是非常强，对吧？所以现在针对这个大的科技公司，尤其是跟芯片相关的，因为他们即使是跌了这么多，我们从最高点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从这个月线上。从最高点下来，我们可以测一下，跌了30%了。现在英伟达是回调了30%，但是你如果说从这个起涨点10.81的话，它连0.32都没到呢，对吧？还算是，如果说你的周期非常长，你是长期投资者的话，它现在还是一个弱的回撤，即使到0.32、98.62的话，还都是一个买点。这都是长周期交易的人他要买的，到这里也是买，可能到这里的话，可能是。要稍微谨慎一点，因为这里再次反弹弱反的话，可以直接走反向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就看你的交易周期了。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，我们简单说一下它的结构。然后在这个，有朋友问 MACD 是支撑，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 MACD。你问 MACD 是支撑点吗？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他说的什么玩意儿，说的什么支撑点。MACD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，这哪有支撑啊？没看到任何支撑啊，对吧？1小时上我们刚才分析，现在也是走离开呀，现在是在走离开呀。它在小周期上要有2个小中枢才有可能止跌呢。710被套了，不知道要不要补。710在哪里？710在这里，在这里进的，然后现在才想起来要不要出啊？710这个位置是出现一个日线的大的顶分型的时候，应该是明显要卖的时候嘛，怎么会去买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在710这里买？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卖出信号的时候，710被套，那你这个基本上对技术分析，或者说只觉得这个公司只会涨不会跌吧？就说整体节奏是全部是错乱的，你这个位置怎么可能往里追呢？起码要回撤一笔之后，看看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。不回来的话，有可能是3买，然后再上去，对吧？买这种回落呀，刚开始出现大的顶分型，然后你追在这个位置，这个而且也没有出场的策略，你买进去了710买进去，你起码要止损，或者说分批进仓位，也不知道你仓位大小。但是这个位置买进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处理的话，也是套的比较深了，套了15%左右。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这个MACD即使长期来看的话，也不过就是在这里做震荡嘛，对吧？
你的周期够长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就是想要补的话，看它到了550附近之后再说。到了550附近，这里有一个很这个空间比较窄的一个空间，看能不能够到了550附近之后止跌。就任何的现在因为做多都是需要快进快出的时候，它现在明显下跌的动能很强，对吧？然后月线上也是出现了大的这个月顶分型，甚至要到这些位置才有可能止跌，就是不要急，不要着急。如果说你只懂这个简单的技术的话，那你就看顶底分型也可以，出现顶分型了你卖一点，出现底分型是吧买一点，然后这里也出现过底分型，对吧？你可以分批进嘛，就是说不要，而且不要补得太频，补得太频繁的话就很容易越补越多，就是套得越来越深。那么你可以用网格的那种交易，传统理论有一种叫网格交易法，就是比如说每跌5%，你去补一点也可以，但是就不要补得太频繁，你这样的话会越补越多。但整体来讲，长期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你也可以用这个均线，可以踩到120天的时候补一点，踩到200天的时候补一点也没有问题。但是最害怕的就是，都涨了这么多了，然后你刚跌一点的时候你就买，那就套了很长，套了下面全部的都，而且也没有出场策略。你进的时候就要想好了，你是做短线的还是做长线的，对吧？那么你进的时候就要把出场的策略想好，而不能说我跌了我才开始想，那你这都来不及啊，下不去手。很多时候很多人就只想涨不想跌的时候就下不去手，一旦出现下跌的时候就硬扛，那就完了。所以说，想好你的进场和出场策略，想好你的持仓周期，想好你的这个持有的周期，然后再分配仓位。我是做的小周期的反弹，这个位置即使进了，我只是做小周期的，然后没有出现任何反弹，我把它割掉，再下来的话再等，而不是说很盲目的做，那样的话那你如果说很盲目做的话，就必须要把周期拉长。你要做非常长周期的，比如说我只持有几年的一个交易，对吧？我一直拿着3、5年，即使有回落的话，我就定投。我看好这个 Meta 的话，我就定投嘛。我每个季度或每个月我买一次也可以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买一个平均值，你既不能买在最低点，也不能买在最高点。这样的话，就买一个均值也可以的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最害怕的就是你去追涨在这个位置，杀跌在这个位置。那你就整个的就错乱了，对吧？现在15%了，补了之后价格趋于660，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？不知道该不该补？该不该补？问自己呀！我怎么知道该不该补？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持仓周期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了呀。这种很多时候很多人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买，什么都不知道就卖，你自己都没有想好，然后去问别人。别人是不了解你的这个人的性格，你的持仓的周期，你的仓位大小，你的承受能力，你有没有用杠杆，我这些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给到你一个建议？现在是该买还是该卖呢？对吧？所以说，你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，那你还不如问那个 ChatGPT 呢，该不该补？所以说，一定要自己想好，没有一个这个简单的答案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就想要一个简单答案。现在到底该不该买，该不该卖？他没有选择的时候，你就只能等啊。等待反而是一个应该很多人去学习的一个东西。那么你又不学，又不知道这个位置，然后就简单的想要一个答案，没有这么简单的东西。这投资交易这么简单的话，那么大家都不用去干实业了，对吧？你说不是应该在支撑点买吗？补吗？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支撑点，还是继续跌？什么叫支撑点？你这个空头强的时候叫什么？弱势不看支撑，强势不看阻力，这是股市里面的谚语啊。弱势的时候哪有支撑啊？这就是简单的看支撑，那个支撑所谓的支撑有没有用啊？什么支撑
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撑得住？要有明显的分型的时候，才可能出现反转。没有任何的底分型的时候，它可以一直跌，它可以一直阴跌，哪有什么支撑啊？对吧？不要那个，你如果真的是一点技术分析都不懂的话，我建议你定投。好的，那么现在是美东时间12:01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参与。那么下周的话，我刚才在直播之前已经说了，那个时间有变化，下周开始的话是美东时间12点半开始，因为美国开始进入夏令时，所以说下3周都是从12点半开始。那么时间上是出现了变化，可以看一下我最开始的这个开始的一个介绍或者一个回放，时间上有变化。好的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再见。